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个习近平讲要让什么其他国家在中共面前头破血流，这他指的是哪些国家呢？我觉得首先是指美国，其次是指日本和澳大利亚。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的节目里谈过，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今年4月29号刊登了一个封面文章，标题就是这个台湾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那么当时呢，各国媒体都对中国是不是会进攻台湾展开一番猜测。那么在这段这个中共100年党庆的讲话当中，习近平呢，这个有一段明确的表示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共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那么7月1号，英国的《卫报》有个报道，他说呢，习近平在讲话当中承诺要收复台湾，换句话讲，其实是攻占台湾。那么外界呢就越来越担心说，围绕着台湾最终爆发军事冲突，这个是可能发生，因为中共等于说了这个话。同时呢，这个相关国家就开始做准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从去年7月以来，中共在香港实行所谓的国家安全法之后，香港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已经被迅速剥夺了。那么中共现在他这个所谓“一国两制”的说法，在台湾现在已经完全失去公信力了。那么，至于中共过去这个100年来在香港实行红色渗透的手法和步骤，如果台湾观众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在今后节目里介绍，因为这些做法都是中共所谓的“一国两制”的实施基础。那么现在中共很清楚地知道说，他要和平统一台湾这条路，以后只能是一厢情愿了。所以北京现在发出，既然他不能够有和平统一的希望，他发出要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宣誓，真实的意图就是要武力攻占台湾。那么面对中共这样的威胁，世界各国其实都想知道，中共究竟打算怎么样来进攻台湾，又什么时候进攻台湾？我这里呢就引用中共的一个最主要的外宣官媒叫多维新闻办公室设在北京，他最近的一些相关言论，因为这些言论清晰地解释了中共针对台湾的战争计划。那么今年5月9号，这个多维新闻针对我前面提到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刊登了一篇文章，就多维新闻的文章标题叫做《台湾为何正在成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他在文章中明确表示，下面的话是引号中的：中国大陆不得不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一切必要的措施，这就是近年来中国大陆舰机频繁绕台并跨越所谓的海峡中线的主要原因，也是台湾正在成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的根本原因。然后6月13号，中共的多维新闻这个对外宣传的媒体又发表一篇文章，叫做《台海战事推演：解放军武统的失败与成功的可能》。它里面分析了解放军攻占台湾的各种可能性和作战方法。它其中提到说，中共共军可能有4种实现武统的可能性。第一种叫做围而不打，区域阻止，不战而屈人之兵。我这里都是引用他的中共的这外宣官媒的话。那第二是对台进行斩首行动。第3种是区域战争，一场在台湾岛之外的有限的海空战。第4种就是在台海发生全方位立体战，解放军登岛作战。那么这些报道呢，等于把中共军的这个军事意图、战争计划初步描画出来了。那么习近平刚才上面讲他那个100年党庆讲话之后，说是要解决台湾问题。那么这个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又进一步宣传中共的当局的意图。他在习近平讲话的同一天，7月1号，发了一篇文章，表示说，习近平正式向世界发表明确的两岸统一宣言，统一时间表进入倒数计时，大家应当已经心中有数。那么7月5号，还是多维新闻又有一篇文章，
叫做《台湾东部海域现已变化，被指影响解放军攻台战略》。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披露了中共备战攻台的一些细节。这个文章提到，因为水深的关系，这个台湾的东海岸才是共军海军陆战队唯一可以登陆的地方。那么共军的这个军事分析报告认为说呢，台湾东海岸最近海水温度的改变影响了黑潮的流动，这个黑潮的潮流的这个流向变化有助于共军对台湾发动攻击，但同时会遇到另外2个问题，所以共军必须要相应调整它潜艇在台湾东部的作战计划。然后呢，这篇文章还引用了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中共的军事科学家10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台湾的东部海岸的黑潮的温度变化，并且分析了黑潮对中共共军攻台作战的影响。那么从这篇文章披露的细节来看的话，中共军的这个攻台计划已经不再是个粗略的大纲了，它已经深入到了对洋流、海水温度以及舰艇调配等等细节了。那么虽然这种宣传明显的是一种心理战，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旨在动摇台湾的抵抗意志，但是另一方面它同时显示中共长期以来确实是在仔细研究对台攻台计划的实施，它的备战措施在逐步加紧的。那么围绕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实际上不少相关国家都越来越重视。那么现在美国政府是避免使用与中国进入冷战状态这种表述。那么今年上半年呢，这个仍然中美双方在台湾海峡和南海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海上对峙，我在以前节目里介绍过。那么同时，中美双方现在都在扩大核武器的数量，改善核武器的进攻性能，并且从海军舰艇到海军的战术，再到无人武器的各个领域的扩军备战，双方都在加紧进行，这就是典型的冷战状态。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台湾会不会成为中美这场新冷战的第一个热点？那么美国现在对台湾还有它周边地区可能发生战争的，采取的是一种局部，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字，叫局部聚焦思路。就是它按照这种思路，美国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台湾海峡两岸，一方面是加强与中共政府接触，避免局势恶化；另一方面是为台湾提供一些可以增强防卫的武器。同时呢，由美国海军宣布能够阻止中共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用这个方法呢，构成对中共的武力威慑。那今年6月30号，美国海军联盟有一个官方刊物叫做《海权 Sea Power》，它报道说，今年5月份刚接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的这个叫做 Sam Paparo， 在6月29号参加了一次网络研讨会。这个网络研讨会是由美国武装部队通信和电子协会，还有美国海军研究所一起举办的，他们的2021年西部研讨会。他在会上发言说，我下面是引用引号内的话，我担心中国的意图，无论攻台时间是明天、明年还是6年后，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差别。在太平洋舰队和印太司令部，我们有责任准备好应对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这个 Paparo 还说，这个责任包括要挫败中国颠覆世界秩序的任何企图，包括通过武力统一台湾。他还说，我也对我们的水兵、海军陆战队员和海岸警卫队员说，还有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充满信心的，在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共同努力下，挫败这种企图。那么需要看到的是中共并不会因为美国企图依靠现存的海军实力保持的这个武力威慑，因此就止步。那相反，中共正在进行有针对性的扩军备战，试图尽快的缩小中美两国海军之间的实力差距，并以此呢反过来对美国施加压力，这样是为了他攻占台湾的作战计划呢创造实施条件。那么面对台湾的危机，澳大利亚对台湾危机的思路更加具有战略眼光。澳大利亚没有单纯从南半球的西太平洋
角度去聚焦了，就不是光从澳大利亚周边地区考虑问题，他采取另外一种观察角度应对思路，我把它叫做东半球联动思路，就是说，他是把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南半球和北半球未来局势呢连在一起来看。他考虑的是中国的攻台计划一旦发动，对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构成什么样的威胁，还有他要如何和美国合作，联合行动来避免危机深化和局势恶化。去年8月的时候啊，澳大利亚的前国防部长 Paul Dibb 在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报纸叫 The Australian 澳洲人报上发表专门文章说，如果中国武力侵犯台湾，澳大利亚不派兵支援美国护台，美澳纽防卫公约同盟将会瓦解。这个 Dibb 认为说，中国未来数年内犯台的可能越来越大，协助捍卫台湾将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他今年7月6号又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标题是“美国必须态度鲜明，盟国遭袭就反击”，英文是 "U.S. must be clear, hit an ally and we hit back"。这篇文章 ，Dibb 的文章说，中共的官媒威胁说，如果澳大利亚支援美国协防台湾，北京将以远程导弹攻击澳大利亚的军事设施，作为报复性惩罚。Dibb 表示说，美国必须向中国宣示，一旦盟国遇袭，美国将予以还击。同一天，澳大利亚总理 Scott Morrison 接受墨尔本的这个3AW 电台直播的时候，在访问中，他被问到说，如果中共武力犯台，澳大利亚是不是会支援台湾？Morrison 明确回答，我们会一直履行支援美国及印太地区盟友的协议。那么，中共的官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第二天就在微博上发文章说，如果澳大利亚在台湾海峡爆发军事冲突的时候协助美军保卫台湾，北京将对澳大利亚实施报复性惩罚，包括对澳大利亚本土军事设施及相关关键设施远程打击。中国可以瞄准澳大利亚的军事目标，使用常规弹头的远程导弹。那么 Dibb 在文章中这个表示说，中共飞弹打过来的时候，遭到袭击的一方即使用最先进的侦测仪器，也没有办法分辨来袭的这个弹头是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那么他认为胡锡进提到的攻击目标之一，可能就是澳大利亚北领地沙漠当中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联合情报站，叫 Pine Gap 松口。那攻击目的呢是瘫痪美国侦测核导弹的能力，为中共发动核战争铺路。在中苏冷战的时期，如果苏联想攻击澳大利亚的军事设施，美国会认为苏联要发动全面核战争。那中国目前是拥有200多枚远程战略核弹头，正准备短期内增加1倍。这代表说，北京持有核武器目的不只是为了吓阻其他国家的侵袭，他还打算主动进攻。所以，澳大利亚前国防部副部长表示说，澳大利亚应该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尽快让澳大利亚的这个防空驱逐舰升级，并拥有导弹防御能力。那么，如果讲中国对澳大利亚准备实行远程威慑，那么这个日本对中共要进攻台湾的感受就是唇亡齿寒了，就不是远程的问题了。因为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的话，那保卫日本安全的日本各地的美军基地可能同时遭到攻击，也就日本本土遭到攻击，而且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可能随时被切断，令日本呢面临灭顶之灾。我记得这个产经新闻台北支局的支局长，这个也在节目里，我看这个在节目里谈到过这一点。所以呢，日本最近是改变了以往多年来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这种外交政策。那日本时事新闻社最近报道说，7月5号，日本的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东京一场演讲当中表示说，中共如果侵略攻击台湾的话，日本政府将认定这是安全保障相关法规所规定的叫做存亡危机事态。那么日本面临这种危机事态，就有可能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
美日一定要一同防卫台湾。日本讲的存亡危机事态是指说和日本密切相关的其他国遭到了武力攻击，进而形成威胁日本国家存亡，明显从根本颠覆国民生命与权利的危险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按日本现有的法规，日本的自卫队可以行使它的自卫权。那么英国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最近报道说，有6位知名知情人士说，美日的军事指挥官在美国前总统川普执政末期就开始认真的计划可能与中国发生的冲突，具体行动包括在南海、东海的绝密战争、绝密级别的战争模拟演习，以及实际的联合作战演习。那么中国因素是导致美日联合行动的直接因素。那美日的外交官现在正在研究与任何军事行动相关的法律问题，包括进入对方的军事基地，以及在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日本可能向美军提供的后勤支持。《金融时报》援引五角大楼前军事官员的话讲，日本政府现在越来越认识到，甚至公开的承认，保卫台湾等同于保卫日本。讲到这里，最后我想说一点，就是美苏冷战当中欧洲国家位于前线，所以西欧国家成了美国的坚定盟友。但是中美冷战的局面是另外一种，就中美冷战的前线是在西太平洋的南北半球区域。那么这个区域里相对军事力量比较强的是日本、澳大利亚，所以他们也就很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的坚定盟友，也就是中共现在习近平在威胁要让他们头破血流的国家。那美苏冷战当中第一个热点是朝鲜，发生了朝鲜战争。那中美冷战的第一个热点在哪里？现在看来，中共是有可能通过攻击台湾，用非核战争来削弱美国，然后以台湾为垫脚石，进一步升级中美冷战。所以对台湾来讲的话，中共的战争阴谋意味着说，一旦中共达到目的了，台湾就不再是什么一国两制了，而是变成了中共与美军交手的前进阵地，将长期进入中共规定的战时状态。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菲律宾在太平洋战争当中的境地，它的处境。当时是大日本帝国为了南进要攻占菲律宾，在那里和美军激战。那后来美军要反攻日本的时候，还是要攻占菲律宾，又在那里再次和日军激战。所以如果中共占领台湾，中美冷战可能迅速地走向中美热战，那么战场之一就是台湾，甚至的是可能爆发核战争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中共的核潜艇从台湾东部的海岸对美国发射核弹，那美国的核报复会不会波及到台湾呢？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和澳大利亚现在必须关注中美冷战的这个热点问题，关注台湾这个可能的热点。他们考虑是说，要怎么样避免台湾出现朝鲜战争的那种局面，因为在这种局面下，台湾其实只有唯一的应对策略，那就是说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全力自保。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结果就是太平洋战争当中的菲律宾。太平洋战争时代，台湾是在日居状态下的，所以进入战争根本就没有选择。那如果台湾进入了共居时代，被共产党控制占领了，那会和太平洋战争时代的菲律宾一样，就被改造成中共对美冷战的前沿，然后随时可能被迫进入对美热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习近平这番讲话其实已经把未来的局面讲得蛮清楚了。